林婉清是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撞见自己丈夫出轨的。那天她刚从医院出来，手里攥着一张孕检报告单，怀孕6周，胎心胎芽一切正常。她想给周景琛一个惊喜，结婚3年，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，现在终于等来了。她特意绕到他公司楼下，想接他下班一起吃顿好的庆祝，却在距离写字楼300米的咖啡店里，隔着落地玻璃窗，看见她的丈夫正和一个女人面对面坐着。那女人她认得，叫苏曼宁，是周景琛公司新来的市场总监。上个月公司年会的时候，他们还打过照面。当时苏曼宁端着一杯香槟，笑得温温柔柔的，夸她项链好看，问她在哪里买的。林婉清还记得自己热心地翻出购买链接发给他，两个人还加了微信。此刻这个加过微信的女人正把脚从高跟鞋里退出来，裹着丝袜的脚尖沿着周景琛的小腿一路往上蹭，脸上挂着一种林婉清从未见过的妖冶又放肆的笑。而周景琛没有躲，非但没有躲，他还伸手握住了苏曼宁的脚踝，拇指在她脚背上摩挲了2下，低头说了句什么。苏曼宁笑得花枝乱颤，整个人往他怀里倒，他的嘴唇贴在他额头上，停留了大概3秒钟。那3秒钟里，林婉清站在咖啡店门外，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脸上，他却觉得浑身冰凉，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冰水。他的右手还攥着那张 B 超单，指边各近掌心，有点疼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单子上那个小小的米粒一样的阴影，那是他的孩子，他和周景琛盼了3年的孩子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推开咖啡店的玻璃门的。理智告诉他应该冷静，应该先拍照留证，应该打电话叫闺蜜陪着一起来，应该做很多事情，唯独不该直接冲进去。但她今年26岁，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，嫁给周景琛3年，没受过半点委屈，她骨子里根本没有忍这个字。她只觉得一股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烧得她眼睛都红了。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站在了那张咖啡桌前。苏曼宁最先看到她，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漫不经心的从容，甚至还往周景琛身边靠了靠。周景琛则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松开了握着苏曼宁脚踝的手，站起身来，婉清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话没说完，林婉清扬起手，一巴掌狠狠扇在苏曼宁脸上。那一下他用足了10成的力气，手掌与脸颊接触的声响又脆又亮，整个咖啡店的人都看了过来。苏曼宁被打得脸偏向一边，白皙的脸颊上瞬间浮起5道红指印，她捂着半边脸，眼眶里迅速蓄满了泪水，用一种不可置信的楚楚可怜的眼神看向周景琛。景琛。林婉清被他这一声景琛叫得恶心的要命，反手又是一巴掌抽上去。这一下更重，苏曼宁整个人被打得从椅子上滑下去半截，手肘磕在桌沿上，疼得她真哭了出来。你干什么？周景琛一把抓住林婉清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她骨头生疼。他被她拽得踉跄了一步，抬头对上她的眼睛，那双他看了3年，以为会看一辈子的眼睛里，没有愧疚，没有慌张，只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，恼怒。他恼怒他在公共场合让他下不来台，恼怒他动了他的人。我干什么？周景琛，你问我干什么？林婉清的声音在发抖，但她咬着牙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。你跟这个女的在这摸来摸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你在干什么？我怀孕了，周景琛，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今天刚从医院出来，拿着这张报告单想来告诉你，结果你给我看这个。他把那张被攥得皱巴巴的 B 超单拍在桌上，周景琛的目光在那张单子上停了一瞬，表情有一瞬间的松动，但还没等他开口，苏曼宁已经捂着脸哭出了声。景琛，我的脸好疼，他凭什么打人？我又没做什么，我们只是在谈工作。谈工作？你管那个叫谈工作？林婉清指着他那只还没来得及穿回高跟鞋的光脚，声音拔高了几度，你脚都快伸到他裤裆里了，这叫谈工作？你要不要脸？
周围有人开始举手机拍视频，有人在窃窃私语。周景琛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一把抄起桌上的 B 超单塞进口袋，另一只手攥着林婉清的手腕就往外拖。有什么事回家说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你放开我，我不回去。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。林婉清挣扎着想甩开他的手，但他1.6米的个子在1.8米几的周景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被他半拖半拽地拉出了咖啡店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苏曼宁还坐在原位上，捂着脸的手已经放了下来，正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目送他离开，嘴角微微勾着，像是在看一场闹剧。那个笑容像一根针，狠狠扎进林婉清心里。他被周景琛塞进副驾驶，车门砰地关上，落了锁。周景琛从另一边上车，发动引擎的时候手背上青筋暴起，一言不发地把车开上了主路。周景琛，你跟他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林婉清转过头盯着他，声音沙哑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哑巴了？他不说话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，下颌线绷得像刀削的一样。你说话啊！他伸手去拽他的胳膊，车子晃了一下，他猛地一打方向盘，靠边刹停，转头看向他的时候，脸上是他从未见过的暴躁和不耐烦。够了没有？林婉清，你能不能别像个泼妇一样？我今天丢人丢够了。我像泼妇？林婉清被他这句话气得笑出了声。你在外面搞女人，我打他2巴掌就是我像泼妇。周景琛，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？你外面有人了你直说，我林婉清不是离了你就活不了，你至于这么恶心我吗？说够了没有？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带着一股阴冷的狠劲。他重新发动车子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速飙到100多码，林婉清被惯性按在椅背上，心脏猛地揪紧了。你要带我去哪？他不回答。车子一路往南开，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商圈变成了低矮的厂房，又从厂房变成了荒芜的野地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路灯稀稀拉拉的，最后连路灯都没有了，只剩车灯照出前方一截土路和两边半人高的杂草。林婉清终于慌了，她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里的手机，却发现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，大概是刚才在咖啡店里拉扯的时候掉的。周景琛，你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他依然不说话，直到车子拐进一条连导航都不一定能找到的土路尽头，他才猛地把车刹停。车灯照出前方一片废墟，好像是个废弃的砖窑，四面荒草长得比人还高，风吹过的时候哗哗作响，像无数只手在黑暗中拍巴掌。周景琛下了车，绕到副驾驶这边，拉开车门，一把把林婉清拽了出来。他踉跄着摔在地上，手掌和膝盖擦在碎石子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他撑着地面想站起来，却被他揪着衣领拉起来，摁在车门上。林婉清，你给我听好了。他的脸凑得很近，近到他能看清他眼底的血丝和鼻梁上那道小时候摔的疤。他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冷漠到近乎残忍的语气说，今天的事你回去给我烂在肚子里，不许跟任何人说。爸妈那边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苏曼宁是公司同事，你在咖啡店误会了才动手，听到没有？你做梦！林婉清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周景琛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跟他的事，我不仅要跟你爸妈说，我还要让你全公司都知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周景琛是个什么东西。他的话被一记响亮的耳光打断了。那一巴掌扇在他左脸上，力道比他在咖啡店里打苏曼宁的那2下加起来还要重。他耳朵嗡的一声响，半边脸像被火烧过一样又麻又烫，整个人往侧面栽倒，额头磕在车门把手上，磕破了一层皮，血顺着眉骨淌下来，糊住了他左边的视线。他趴在地上，一时间竟然没有力气爬起来。他听到周景琛的脚步声绕到车的另一边，听到车门开关的声音，听到引擎再次发动。车灯的光柱扫过他的身体，然后迅速转向，照亮了来时的土路。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荒野的风声里。
他把它扔了，把他一个人扔在这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地里。手机没了，钱包没带，额头流着血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开衫，而3月的夜风冷得像刀子。林婉清在地上趴了很久，久到膝盖下的碎石硌得他再也忍受不了，他才慢慢地撑着地面坐起来。他的左耳还在耳鸣，嗡嗡的响声盖过了风声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他抬手摸了一下，摸到一手的血和肿起来的脸颊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，平坦的小腹下面有一个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生命正在生长，而他孩子的父亲刚刚把他打了一顿，扔在荒郊野外。他以为自己会哭，但他没有，眼眶是干的，干的像被风吹裂的河床，一滴泪都挤不出来。他心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耳光落下来的时候碎掉了，碎得太彻底，以至于他连疼痛都感觉不到了，只剩下一种空洞的冰冷的麻木。他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他撑着地面站起来，膝盖上的裤子磨破了，露出里面擦伤的皮肤，每走一步都疼。额头上的血已经不流了，凝固的血块粘在眉毛上，他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，沿着车辙印往大路的方向走。夜色浓得像墨汁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叫和风吹过荒草的哗啦声。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可能半个小时，可能1个小时，脚底磨出了水泡，膝盖疼得每弯一下都像针扎。他一边走一边想他和周景琛刚认识的时候，想他追他的那半年，天天在他宿舍楼下等他，想求婚那天他把戒指藏在蛋糕里，他差点吞下去，想婚礼上他哭得稀里哗啦说这辈子一定对他好。那些画面和刚刚他扇他耳光的样子重叠在一起，像2张完全不同的底片被硬生生按在一起，扭曲撕裂，面目全非。他终于走到了一条柏油路上，路灯昏黄，偶尔有一辆车呼啸而过。他站在路边挥手拦车，拦了7、8辆，没有一辆停的。也是大半夜的荒郊野外，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站在路边招手，谁敢停？他苦笑了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，直到看见路边有一个公交站牌。他走过去，就着路灯的光看清了上面的字，这地方叫石河子。他活了26年，从来没听说过。公交站台的座椅是冰冷的铁质的，他坐下来，把腿蜷起来抱住膝盖，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。3月的夜风从4面8方灌进来，他的开衫薄得像纸，根本挡不住任何寒意。他冷得浑身发抖，牙齿磕得咯咯响，但他没有办法，他身上1分钱没有，手机也没了，他连叫一辆网约车都做不到。他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公交站台上坐了多久，久到他觉得自己快要被冻僵的时候，一辆电动车从远处晃晃悠悠地骑过来，骑车的是个60来岁的大爷，车后坐绑着一个泡沫箱子，上面写着老王烤面筋几个字。大爷看见他，吓得差点从车上摔下来，闺女，你咋了？被人抢了？林婉清抬起头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大爷，您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？大爷赶紧掏出手机递给他，是一个老年机，按键的那种。他接过来，手指动得不太听使唤，按了3遍才把闺蜜程璐的电话号码输对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程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喂，哪位？露露，是我。林婉清说完这4个字，嗓子眼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那股从咖啡店开始就一直被压着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。他握着那个老年机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被人扔在了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去。程璐赶到的时候已经快凌晨1点了，他开着他那辆2手飞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从市区飙过来，导航导了3次都导错路，最后是靠着给那个卖烤面筋的大爷打电话才找到地方。他停好车跑过来，看见林婉清缩在公交站台的椅子上，额头上结着血痂，左半边脸肿的老高，膝盖上磨破的裤子露出里面发红的伤口，他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。林婉清，我操他妈的周景琛！
程璐是个暴脾气，一边哭一边骂，一边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裹在林婉清身上，把她从椅子上扶起来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，然后咱们报警。不报警。林婉清按住他的手，声音平静的不像是一个刚经历了这一切的人。露露，先带我回去，我想洗个澡。程璐愣住了，他看着林婉清的眼睛，那双平时总是弯弯的带着笑意的眼睛，此刻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，又黑又静，看不到底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把到嘴边的骂人的话全部咽了回去，点了点头，扶着林婉清上了车。回去的路上，程璐一边开车一边小心翼翼地看了林婉清好几眼，终于还是没忍住。婉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周景琛他打你了？他把你扔在那儿的？他跟苏曼宁好上了，我撞见了，打了苏曼宁2巴掌。林婉清靠在副驾驶的头枕上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到那个地方，打了我一耳光，开车走了。他疯了。程璐的方向盘差点打歪，他为了那个女的打你，还把你扔了。你是他老婆，你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。他没给我机会说孩子的事。林婉清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， B 超单被周景琛拿走了，但他记得上面每一个数据，孕囊大小、胎芽长度、原始心管搏动可见，他的孩子有心跳了，那么小的一颗心脏已经在他的身体里跳动了。程璐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，婉清，这种事不能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林婉清没有回答，他转头看向车窗外，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。他想起苏曼宁在他被周景琛拖出咖啡店时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想起周景琛扇他耳光时眼底的血丝和不耐烦，想起自己在荒郊野地里一个人走过的那些路。他把右手慢慢附在小腹上，拇指轻轻摩挲了2下，像是隔着皮肤和血肉在抚摸那个米粒大小的孩子。我不忍，他说，声音很轻但很稳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但我要让他们知道林婉清不是好惹的。程璐偏头看了她一眼，闺蜜3年，她太了解林婉清了。这个姑娘平时笑嘻嘻的好说话，买东西被人插队都懒得计较，可一旦她真正动了气，那骨子里的倔劲和狠劲，10个周景琛都不够看的。程璐没有再问，只是伸过一只手去握了握林婉清冰凉的手指，用力攥了一下。车在夜色中驶进市区，路灯的光一盏接一盏地掠过车窗，明明灭灭地照在林婉清的脸上。她的脸还肿着，额头上结着难看的血痂，但她那双眼睛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越来越亮，亮得像是有一簇火苗在里面燃烧。她今天晚上失去了一段婚姻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她曾经以为会持续一辈子的未来。但她同时还拥有很多东西，她有一份在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稳定工作，有一个能半夜开车跑几10公里来接她的闺蜜，有一对把她当掌上明珠的父母，肚子里还有一个和她心跳相连的小生命。她不需要忍，她也不需要靠任何人。车停在了程璐家楼下，林婉清解开安全带要下车的时候，程璐突然叫住她，婉清，你明天打算做什么？林婉清扶着车门站直身体，3月的夜风吹起她额前沾着血痂的碎发，她想了想，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，先去补办手机卡，然后找律师起诉离婚。就这样？林婉清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在路灯下看起来有点瘆人，像是冰面上裂开的一道缝。她说，当然不止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把我林婉清扔在那个荒郊野地，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。她说完这句话，迈步走进了楼道。程璐锁好车跟在后面，看着她闺蜜的背影，单薄、狼狈，满身是伤，但脊背挺得笔直，像一根被压弯了又弹回来的竹子，弯过的弧度越深，反弹的力道就越猛。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林婉清一级一级地往上走。她走得很慢，因为膝盖还在疼，每上一级台阶都要扶一下扶手，但她没有停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当当。她想起了很多事，
想起周景琛追她的时候说我周景琛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想起他爸妈在婚礼上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，想起他为了支持周景琛创业把自己攒了5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的那个下午，想起他在咖啡店里握着苏曼宁脚踝的那只手，想起他扇他耳光时那种看陌生人一样的眼神。他把这些画面一个一个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然后把它们叠起来，叠成厚厚的一沓，塞进心里最深的角落里，压紧、压实、封存。从今天起，他和周景琛之间只剩一件事，了断。程璐家的热水器不太好用，出来的水忽冷忽热的。林婉清站在花洒下面，热水冲在脸上和膝盖的伤口上，疼得她倒吸凉气，但她咬着牙没躲。她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，用程璐的浴巾擦干身体，换上程璐的睡衣，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，用程璐的备用手机登了微信。一打开，消息炸了，有几十条未读消息，大部分来自他和周景琛共同的朋友圈，还有一些来自周景琛的父母和他自己的爸妈。他没点开看，先翻到了周景琛的对话框，他们俩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今天下午，他给他发今天下班早吗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他回了一个忙，晚点说。他把聊天记录往上翻了翻，近半年的对话几乎都是他在说，他在敷衍。他一直以为他是真的忙，创业不易，他理解，他包容，他一个人打理家里所有的事，从不抱怨。现在看来，他忙的不是工作，是忙着陪另一个女人。他退出对话框，正准备给爸妈打个电话报平安的时候，一条新消息弹了出来，是他和周景琛共同的朋友群里有人发的一段视频。他点开一看，浑身血液瞬间冻住了。视频是今天下午在咖啡店里拍的，画面里他扬手扇苏曼宁耳光，一巴掌、2巴掌，苏曼宁哭着往周景琛身后躲，而他像个疯女人一样被周景琛拽着手腕往外拖。视频的角度选得很刁钻，只拍到了他在打人，完全没拍到苏曼宁之前在桌子底下用脚蹭周景琛的画面。配上文案更是恶毒至极，周太太当街暴打老公女同事，疑因怀疑2人有染，周总全程保护女下属，好 man。 视频播放量已经10几万了，评论区的恶意几乎要把屏幕撑破。这女的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？老公跟同事喝个咖啡就上去打人，打人那2下看得我血压都上来了，周总脾气真好，换我直接报警。听说还是个会计师呢，就这素质，丢死人了。离婚吧周总，这种女人留着过年吗？林婉清一条一条的看完评论，手指在发抖，浑身的血像是被点着了一样往上涌。她太清楚这个视频是谁拍的了，那个角度只可能是坐在苏曼宁身后那桌的人拍的。而发视频的这个号是个新注册的小号，在10几个本地的八卦群里同时分发，明显是有预谋的。周景琛，你够狠，打了我不算，还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，让我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关掉视频，没有在群里回复任何消息。他很清楚，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面前，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，更何况他现在脸上带着伤，手机丢了，连个像样的证据都没有。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等明天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账算清楚。他把手机关了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程璐的沙发有点短，他的脚悬在外面，肚子因为姿势的原因有点不舒服。他翻了个身，把手搭在小腹上，轻轻地说了一句无声的话：宝宝，对不起，妈妈今天让你受惊了，但妈妈跟你保证，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婉清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，她迷迷糊糊地接起来，对面是她妈妈焦急的声音：婉清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爸爸看到那个视频，气得血压都上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周景琛那个混蛋是不是打你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林婉清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声音平静的连她自己都有点意外：妈，我没事，我在露露家。
视频是假的，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晚点回去跟你们细说。爸没事吧？吃了降压药，稳定了。他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婉清，你告诉妈实话，周景琛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林婉清没有隐瞒，妈，我要跟他离婚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妈妈用一种他很少听到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说，离，这种男人不能要。你现在就回来，妈陪你去民政局。不急，妈。林婉清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，离婚是肯定的，但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。他欠我的，我要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挂了电话，他起床洗漱。程璐已经去上班了，桌上给他留了早餐和一把备用钥匙，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冰箱里有牛奶和面包，你脸上的伤记得擦药，药箱在电视柜下面。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站你这边。PS 车给你留楼下了，钥匙在鞋柜上。林婉清看着那张纸条，鼻子酸了一下。她这辈子看男人的眼光也许不行，但交朋友的眼光绝对是一流的。她吃了早餐，对着镜子给脸上的伤口上了药，左脸的肿消了一些，但5道指印还隐约可见，额头上的伤口结了痂，看起来像一道深色的疤。她用程璐的粉底遮了遮，勉强能盖住大半，然后换上了程璐给她留的一套干净衣服，牛仔裤配白色卫衣，简单利落。她把头发扎成一个高马尾，露出整张脸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3秒钟。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和昨天判若两人。昨天她穿着碎花裙子，长发披肩，画着精致的淡妆，想着要给丈夫一个惊喜。今天的她素面朝天，额角带伤，眼神冷硬得像淬过火的刀。她满意了。她拿上程璐留的车钥匙下楼，开了那辆2手飞度，先去了营业厅补办手机卡。办完卡重新登录微信，消息比昨晚又翻了1倍，她一条都没看，直接把所有群聊都设置了免打扰。然后她打开通讯录，翻到一个备注为方律师的联系人，拨了过去。方晴是她的大学学姐，比她高2届，现在在一家知名律所专门打离婚官司，在本地业内小有名气。林婉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，方晴听完沉默了3秒，然后说，婉清，你这个案子我接了。你现在有几件事需要做，第一，去医院验伤，保留所有伤情记录。第二，收集他出轨的证据，视频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越多越好。第三，理清你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尤其是他公司的股权结构。你说他公司是你出钱帮他开的？启动资金是我出的，5年的积蓄一共48万。后来他又融了2轮，现在估值大概2000万左右。他占65%的股份，其中30%是他爸给的启动资金换的，另外35%是我们婚后的增资，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方晴在电话那头吹了声口哨，那就好办了。那35%的股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有权分1半，再加上婚后的房子、车子，这笔账不小。你等我消息，我下午把离婚协议初稿拟出来发你。林婉清挂了电话，开车去医院验伤。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，拍了照片，开了诊断证明，面部软组织挫伤，左耳膜轻微充血，双膝擦伤，额头皮肤裂伤。他把每一份材料都拍了照，整整齐齐地存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，文件夹的名字叫了断。从医院出来，他没急着回家，而是开车去了周景琛的公司。周景琛的公司在一栋中档写字楼的12层，叫景和科技，做的是企业软件外包，规模不大，加上他总共40来号人，但发展势头不错，去年刚拿了一个大客户的框架协议，算是业内小有名气的新锐公司。林婉清对这层楼太熟了，创业初期他每个周末都来帮忙，从前台接待到财务做账，从前台到后勤，哪个岗位缺人他就顶哪个，整整帮了大半年，直到公司走上正轨，他才回自己的事务所上班。他把车停在写字楼对面，没有熄火，
坐在车里看着那扇他进进出出无数次的大门。他在等一个人，等了大概20分钟，他要等的人出现了。苏曼宁穿着一身雾霾蓝的西装裙，踩着一双10厘米的细高跟，挎着一个林婉清在专柜见过但没舍得买的包，从大楼里走出来。他的脸上化了精致的妆，昨天被打的地方已经看不出痕迹了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走路带风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刚被原配当众扇了2巴掌的女人。林婉清看着他，心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委屈，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。他推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车旁边，没有走过去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苏曼宁。苏曼宁走了几步才注意到他，脚步顿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警惕，又从警惕变成了一种带着得意的挑衅。他调整了一下挎包的带子，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过来，在距离林婉清2米远的地方停下来，抱着胳膊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哟，林姐，脸上的伤还没好呢。苏曼宁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刻薄，景琛下手也太重了，不过也是，谁让你自己先动手打人的？我告诉你，昨天那个视频我看了，拍的还挺清楚的，现在全网都知道你是个泼妇了。你说你以后还怎么在江州混？林婉清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苏曼宁被他看得有点发毛，但嘴上依然不停，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跟景琛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自己没本事拴住老公，怪谁？我劝你识相点，痛快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房子和车你想都别想。景琛说了，那都是他挣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要是识去，还能分点存款，要是不识去。他往前迈了一步，凑近林婉清的耳朵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，再和我争，就等着睡大街吧。说完他直起身，勾着嘴角笑了一下，转身要走。走了2步又回头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补了一句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景琛昨晚在我那儿住的。他说他从来没这么放松过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很累。你呀，就安心退出吧，别自取其辱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了，那个昂贵的包在他手臂上一晃一晃的，像是某种胜利的旗帜。林婉清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的咖啡店里，巧了，就是昨天那家咖啡店。他低头笑了一下，不是苦笑，也不是冷笑，而是一种真正觉得好笑的笑。他突然觉得苏曼宁说的那些话一点杀伤力都没有，就像一个3岁小孩拿着一把玩具枪对着他喊我要打死你一样，除了可笑，激不起他任何情绪波动。他转身回到车上，发动引擎，准备回程陆家等方律师的离婚协议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周景琛。他接起来，没说话。婉清，你在哪儿？周景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语气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不像昨天那么暴躁，也不像平时那么冷淡，反而带着一种他很久没听到过的，类似于小心翼翼的试探。关你什么事？林婉清的声音很平静。昨晚的事是我不对。他说，我太冲动了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来接你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林婉清看了一眼车窗外苏曼宁刚刚走进去的那家咖啡店，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方向盘上的手，嘴角弯了一下。好啊，他说，你来接我吧。他把地址发给了他，然后在车里安静地等着。大概20分钟后，周景琛的路虎揽胜出现在街角，打着双闪靠边停下来。他下了车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起来人模人样的，完全不像昨晚那个在荒郊野地里扇老婆耳光的男人。他朝他的车走过来，隔着车窗看见他坐在驾驶座上，微微愣了一下，然后敲了敲车窗。林婉清没有急着下车，他坐在驾驶座上，透过车窗玻璃看着周景琛的脸，这张他看了3年的脸，此刻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陌生。他突然发现，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这个男人，或者说，他认识的只是他想认识的那个版本，而真实的他一直都是另外一个人。
他推开车门下了车，站在他面前。3月的阳光很好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，和昨晚那个冰冷刺骨的荒郊野地像是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婉清，你的脸。周景琛看着他额头上那道血痂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伸手想碰，被他侧头躲开了。没事，死不了。他的语气很淡，你不是要谈吗？说吧。上车吧，找个地方坐下来谈。他拉开车门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林婉清没动，他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，看向他身后的某个方向，嘴角慢慢浮起一个微笑。那个微笑很奇怪，不是开心，也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猎人看到猎物自己走进陷阱时才会有的表情。不着急，他说，你先看看那边。周景琛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。街对面的咖啡店里，苏曼宁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面前的桌上摆着2杯咖啡。他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周景琛公司最大的客户汇科集团的采购总监陈维远。2个人的姿态看起来十分亲密，苏曼宁又是笑又是撩头发，脚尖在桌子下面轻轻踢着陈维远的小腿，整套动作和他昨天对周景琛做的一模一样。周景琛的脸瞬间变了，但他的表情变化还没有结束，因为紧接着咖啡店的门被推开了，又走进来一个男人，径直走向苏曼宁那桌，弯下腰亲了他的脸颊一下，然后在他旁边坐下来，和陈维远握了握手。3个人的关系看起来十分融洽，融洽到了不正常的地步。周景琛认出了那个刚走进来的男人，那是他公司正在争取的另一家大客户，鼎盛集团的信息部副总监赵明磊。苏曼宁同时和3个男人保持着暧昧关系，他周景琛、汇科的陈维远、鼎盛的赵明磊。而这2个人都是他公司最重要的客户资源，是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搭上的线，维护了将近1年的关系。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家咖啡店门口等你吗？林婉清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个天气预报。因为我昨天在这里坐了快1个小时，看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情。你的苏曼宁，他手机里至少有5个不同的置顶联系人，我昨天离得远看不清备注，但今天他坐那个位置正好对着窗户，他刚才给陈维远看他手机屏幕的时候，我全看清了。周景琛转过头来看着他，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，震惊、愤怒、难堪、怀疑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把他那张英俊的脸凝成了一个难看的样子。我怎么知道？林婉清替他把话说完了。周景琛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了4年，我的工作就是查账、查人、查猫腻。你以为你把手机密码改了，聊天记录删了，就万事大吉了？苏曼宁这种级别的货色，我昨天看了他10分钟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。你以为他图你什么？图你长得帅？图你事业有成？别逗了，你那个小破公司总资产加起来不到3000万，他背的那个包就顶你1个季度的利润。他图的是你的客户资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说完这番话，拉开车门，坐回程路的飞度里，发动引擎，摇下车窗，对站在原地呆若木鸡的周景琛说了最后一句话：离婚协议下午发你邮箱，签不签随你，但我建议你快点签，因为我现在心情还不错，要的只是我应得的那份。等你那个苏曼宁把你的客户全撬走了，你的公司变成空壳的时候，你再来找我谈条件，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他说完，升上车窗，挂档，松离合，飞度发出一声不太悦耳的轰鸣，汇入了车流。后视镜里，周景琛站在他的路虎旁边，像一个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的木偶，愣愣地看着街对面咖啡店里那个还在和2个男人谈笑风生的女人。而咖啡店里，苏曼宁对窗外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。他正在用他惯用的那套脚法，在桌子底下同时蹭着2个男人的小腿，脸上的笑容妩媚又专业，像一个熟练的多线操作工。他不知道，他的好日子从林婉清挂档踩油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林婉清开车回到程璐家，
把车停好，上楼，开门，换鞋，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。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登录邮箱，方晴的离婚协议初稿已经发过来了，附件里还附带了一份财产清单和分割建议。他逐条地看过去，看得很仔细。房子、车子、存款、理财、公司股权，他把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哪些是他挣的，哪些是他挣的，哪些是他娘家出的，哪些是他爸给的。他拿了支笔，在打印出来的清单上写画画，把所有属于他的，本该属于他的，他打算要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圈出来。他圈完了，放下笔，看着那张被画得密密麻麻的纸，轻轻地吐了一口气。财产分割只是第一步，他要拿回来的东西远不止这些。他拿起手机，给方晴回了一条消息：学姐，协议看完了，整体没问题，有一条我补充一下，他昨晚对我实施的暴力行为，我希望在协议里单列一条，作为他放弃共同财产部分份额的依据之一。验伤报告和照片我发你附件了。发完之后，他又打开另一个对话框，是他和一个叫老 K 的人。老 K 是他事务所合作过的一家私家侦探公司的负责人，以前做尽调的时候打过几次交道，能力靠谱，嘴巴严实。他打了几个字发过去， K 哥，帮我查个人。对面秒回，谁？苏曼宁。身份证号我等下发你。我要他近3年的全部记录，婚姻状况、工作履历、开房记录、银行流水、社交关系，越详细越好，加急，钱不是问题。收到，3天内给你。他把手机放下，靠在沙发背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道细长的裂纹，忽然觉得有点饿了。从昨天下午到现在，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。他起身去厨房，从冰箱里拿出程璐留的面包和牛奶，坐在餐桌前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整顿饭。面包是普通的全麦面包，牛奶是超市打折买的纯牛奶，但他吃得很香，每一口都认真咀嚼，像是在用这顿饭告诉自己，林婉清，你还活着，你还能吃饭，你能感受到食物的味道，你的身体还能接纳和消化这一切，你没有被打倒。吃完饭，他洗了碗，把厨房台面擦干净，然后给程璐发了一条消息：露露，晚上回来吃饭吗？我做。程璐秒回了一串感叹号：你做？你会做饭？会，以前懒得做而已。那我要吃红烧排骨。林婉清笑了一下，回了一个好字。他换了身衣服，拿着程璐留的备用钥匙下楼，开车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。他挑排骨的时候跟摊主讨价还价，挑青菜的时候仔仔细细的看有没有虫眼，挑葱姜蒜的时候放在鼻子前闻闻香不香。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专注而认真，像是在用这些最普通的日常行为，一块一块的把自己被昨天那场风暴打碎的生活重新拼起来。他的手机在他买菜的过程中响了好几次，都是周景琛打来的。他看了一眼，没有接，也没有挂，就让他想着。想到第5次的时候，他改发消息了，连着发了好几条。婉清，接电话，我想跟你谈谈。苏曼宁的事我会处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协议我看到了，你要的太多了，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？婉清，你别这样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。林婉清腾出一只手，回了一条消息：夫妻一场。你昨天晚上打我的时候，扔我的时候，让人拍视频黑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夫妻一场？发完，他把手机翻了个面，扣在台面上，继续切他的葱姜蒜。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均匀而有力，哒哒哒哒哒，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冷静地丈量着时间。他知道周景琛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他慌了，不是因为他要离婚，而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苏曼宁不是他以为的那个样子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当成了跳板和工具，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判断力和掌控感被人踩在地上碾了个粉碎。他打电话来求和，不是因为他还爱他，而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后方，需要一个人帮他稳住阵脚，好让他腾出手去处理苏曼宁那边的烂摊子。
他太了解他了。以前他会心软，以前他看到他着急，看到他低头，他就会忍不住想要帮他分担，帮他解决问题。但现在不会了。昨天那个耳光已经彻底打醒了他，让他看清楚了一个事实，在周景琛的世界里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平等的伴侣，他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备胎，一个永远站在原地等他的安全选项。他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必须在；他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最好消失。他被他扔在荒郊野地里的那一刻，他心里想的一定是让他冷静冷静，明天再去接回来就好了，就像把一台出故障的机器丢在仓库里，等有空了再去修。可惜他是人，不是机器，他不会站在原地等他。晚上程璐回来的时候，一推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红烧排骨的香味。他换了拖鞋，冲到厨房门口，看见林婉清系着她的碎花围裙，正用锅铲把最后一点汤汁浇在排骨上，动作娴熟的像是做了10几年饭的老手。我的天，你真的会做！程璐凑过去，用手直接捏了一块塞进嘴里，烫得嘶嘶哈哈的跳脚，但眼睛立刻就亮了，好吃。婉清，你太不厚道了，结婚3年1次都没给我做过饭，以后常做。林婉清把排骨盛进盘子里，又把炒好的2个素菜端上桌，解了围裙坐下来。2个人面对面坐着吃饭，程璐一边啃排骨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林婉清的表情，发现她是真的平静，不是装出来的那种。她的眼睛里没有了昨天那种空洞的麻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稳的、有温度的光，像是一块被重新淬过火的钢，比之前更硬了，但也更柔韧了。你今天去他公司了？程璐问。去了。见到他了？见到了。林婉清夹了一筷子青菜，也见到苏曼宁了。他让我别跟他争，不然让我睡大街。程璐差点把嘴里的骨头喷出来，他真这么说？他是不是不知道那套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？他不知道的事情多了。林婉清笑了一下，他不知道周景琛公司的启动资金是我出的，不知道周景琛的车是我娘家陪嫁的，也不知道周景琛卡里那200多万存款有2/3是我的工资和年终奖攒的。他以为他傍上了一个大款，其实他傍上的是一个空壳子，没了我的那部分，周景琛连公司下个月的工资都不一定发得出来。程璐听得目瞪口呆，筷子举在半空中半天没动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周景琛的资产大部分都是你的？也不能说大部分是我的，但我们俩的财产高度混同。他创业的时候没钱，我把我工作3年的积蓄全给他了，一分没留。后来公司做起来了，他又把钱投回去扩大规模，我们俩的日常生活开销基本都是我在扛。林婉清用筷子拨着碗里的米粒，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。我以前觉得无所谓，夫妻嘛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现在回头看，我真是个傻子。你不是傻子，你是太信他了。程璐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婉清，听你这么说，我突然觉得离婚对你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。你想想，要是没有昨天的事，你还会继续被他吸血，继续把自己的钱和青春往里填，等到哪天人老珠黄了，他一脚把你踹了，你才是真的一无所有。林婉清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。所以我今天在车里等他的时候，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到底在难过什么？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，我难过的不是失去他，我难过的是失去了我自己的判断力。我怎么会花了3年的时间都没看出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？因为你爱他啊。程璐叹了口气，爱一个人就会看不到他的缺点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。他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他才是那个应该感到羞耻的人。林婉清没再说话，低下头继续吃饭。程璐也没有再追问，他知道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来愈合，别人的安慰再真诚，也只能敷在表面，真正能让伤口长好的，只有自己身体里的力量。吃完饭，程璐主动去洗碗，把林婉清赶到沙发上去休息。林婉清窝在沙发里，打开手机看了一眼，
周景琛又发了10几条消息，语气从一开始的求和变成了焦躁，又从焦躁变成了隐隐的威胁。他说如果他坚持要分那么多财产，他只能请律师打官司，到时候大家撕破脸，谁都不好看。林婉清看着这条消息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他等了一整天，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他回复了4个字，尽管来。发完他切换对话框，看到老 K 发来了一条消息，林小姐，苏曼宁的基本情况查到了，你先看看，详细的报告3天内整理好发你。下面附了一份简短的摘要。林婉清点开，从上到下扫了一遍，眼睛越看越亮。苏曼宁，真名苏芳，28岁，离异，户籍地在隔壁省一个小县城。3年前在沪市做过一段时间的商务伴游，后来辗转来了江州，在2家公司短暂待过。每次离职后不久，那2家公司的核心客户资源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。她上一段婚姻的丈夫是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，结婚1年后离婚。离婚时，丈夫的公司刚好因为大客户被竞争对手挖走而破产清算。林婉清把这条信息反复看了3遍，一个完整的计划轮廓在她脑海中慢慢浮现出来。她退出对话框，打开手机的备忘录，开始一条一条地写下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她写了很久，删删改改，直到程璐洗完碗出来坐在她旁边，她才合上手机。你在写什么？程璐好奇地问。作战计划，林婉清说，语气半开玩笑半认真。程璐笑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暂时不用。林婉清靠在沙发背上，望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纹，声音轻而坚定，这场仗我得自己打。3天后，老 K 的详细调查报告发到了林婉清的邮箱。他花了整整1个下午把那份40多页的 PDF 主页看完。看完之后，他一个人在程璐家的客厅里坐了很久，脑子里反复推演着一个计划。苏曼宁的背景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。这个女人不是单纯的拜金女或者第三者，她是一个有组织、有套路、有上限的职业骗子。她的模式很简单，也很高效，进入目标公司，利用职务之便接触核心客户资源，同时与公司高层发生不正当关系，获取保护，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将客户资源和商业机密打包带走，卖给竞争对手或者直接跳槽。他在江州的2段工作经历都符合这个模式，只是前2次他只是普通职员，接触的资源有限，造成的损失不算太大。而这一次，他盯上了周景琛的公司，因为景和科技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手里握着汇科和鼎盛2个行业头部客户的框架协议，这2家公司的供应商名录在业内含金量极高，一旦被撬走，转手就能卖出天价。而林婉清手里现在就握着苏曼宁过去3年所有的黑料，婚姻记录证明他隐瞒离异事实，骗取他人信任，银行流水显示他与多家竞争对手公司有异常资金往来，开房记录更是精彩纷呈，同时和至少4个已婚男性保持着不正当关系，其中2个就是汇科的陈维远和鼎盛的赵明磊。这份报告如果交给周景琛，足以让他立刻把苏曼宁扫地出门；如果交给汇科和鼎盛的合规部门，足以让陈维远和赵明磊丢掉饭碗；如果交给警方，甚至可能涉嫌商业间谍罪和诈骗罪。但林婉清不打算交给任何人，至少不是现在。他要的不是苏曼宁一个人的身败名裂，他要的是让周景琛亲眼看着自己为了这个女人毁掉的一切，他的婚姻，他的家庭，他的公司，他的事业，在他面前一样一样的崩塌，让他明白他为了一个从头到尾都在骗他的女人，亲手把他最不该伤害的人推下了深渊。他要让他疼，就像他那天晚上在荒郊野地里，一个人走在没有灯的路上，膝盖流着血，额头流着血，浑身冰冷的往前走的时候那样疼。他把调查报告锁进了加密文件夹，给老 K 赚了尾款，然后打开了另一个对话框。对话框那头是一个他大学时认识的学姐，现在在江州本地一家头部自媒体做主编。他打了几个字发过去，
学姐，我有个料，绝对爆，有没有兴趣？对面几乎是秒回，什么料？婚外情，商业间谍，多角骗局，有图有真相。什么时候给我？等我信号。快了。林婉清合上笔记本电脑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3月的阳光涌进来，照得整个房间亮堂堂的。她眯起眼睛看向远处，城市的轮廓在春光里显得柔和而模糊，但她心里的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周景琛发来的消息，我同意签协议，明天下午2点，家里见面谈。曼宁也会在，我觉得我们3个人应该坐下来，把话说清楚。林婉清看着这条消息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过了很久，她回了一个字：好。她知道，真正的硬仗，明天才刚刚开始。但她不怕，因为这一次，所有的牌都在她手里。她要做的，就是一张一张的把它们亮出来，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，但有些人的人生，从明天起，就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。第二天下午1点45分，林婉清把程路的飞度停在了她曾经住了3年的那个小区的露天停车位上。她没急着下车，而是对着遮阳板上的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，白色的西装外套配黑色的高领打底衫，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，脸上的伤已经消得差不多了，额头上的血痂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可贴，几乎看不出来。她今天特意画了眉毛，涂了口红，不是那种温柔的豆沙色，而是一种偏冷的正红色，气场全开的那种。她对着镜子抿了抿嘴唇，确认口红色号够正、够冷、够有杀气，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。3月的风吹过来，带着一点点凉意，但阳光很好，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。她踩着高跟鞋走过小区的石板路，经过那片她和周景琛曾经一起散步过无数次的中心花园，经过那个她曾经幻想过推着婴儿车走过的凉亭，经过那棵她去年春天亲手种下的樱花树苗，树苗已经长高了一大截，枝头上冒出了几粒粉嫩的花苞，再过2周就该开了。她在樱花树前停了2秒，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干，然后收回手，继续往前走。她按了门铃，门几乎是在她按下去的瞬间就开了，好像里面的人一直在门口等着似的。开门的是周景琛，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头发似乎也没怎么打理，有几缕垂在额前，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几岁，但也憔悴了几分。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涩，像是一整晚都没睡好。看到林婉清站在门口，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复杂，惊讶、心虚、愧疚，还有一丝他看不懂的东西，但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，换上了一副标准的略带紧张的社交笑容。婉清，你来了。他侧身让他进门，你今天气色不错。谢谢。林婉清的语气礼貌而疏离，像是在回应一个不太熟的同事的寒暄。他换了拖鞋走进客厅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苏曼宁。苏曼宁今天穿得很良家，白色的针织开衫，浅粉色的及膝裙，头发柔顺地披在肩上，脸上画着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裸妆，看起来清纯无害，跟那天在咖啡店用脚蹭男人小腿的妖冶模样判若两人。她的坐姿也很讲究，双腿并拢微微倾斜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姿态端庄的像是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。看到林婉清进来，她甚至还站了起来，微微欠了欠身，用那种柔柔的略带委屈的声音说了一句，林姐，你来了。林婉清差点被她这声林姐逗笑。她在心里给苏曼宁的演技打了个8分，扮相满分，姿态满分，声音的颤抖程度拿捏得很到位，扣的2分在于眼神，那双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得意和挑衅出卖了她。别叫我姐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。林婉清在苏曼宁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，把手包放在膝盖上，翘起二郎腿，姿态松弛而从容，像是来参加一场他已经知道答案的考试。周景琛在2个人中间的沙发上坐下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了他的开场白。
他说这几天他想了很多，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他负主要责任，是他一时糊涂犯了错，伤害了婉清，也伤害了曼宁。他希望今天3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把问题解决掉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诚恳，措辞得体，像一个在主持调解节目的居委会主任，客观、公正，不偏不倚。林婉清安静地听他说完，然后问了一句，所以你的方案是什么？周景琛看了苏曼宁一眼，然后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林婉清面前，我重新拟了一份协议，你看看。林婉清没动那份文件，只是用2根手指把它转了个方向，低头扫了一眼。协议的内容不复杂，房子归他，车子归他，存款对半分，公司股权的问题他愿意折现补偿他200万，分3年付清。这个方案坦白说不算太差，按照法律规定他确实能分到比他列出来的更多的东西，但差距不算太大，如果是一个急于脱身的女人可能就签了。但林婉清不是急于脱身，她今天来根本不是为了签协议。我有个问题。他把协议放在一边，抬起头看向苏曼宁，目光平静而直接，苏小姐，你说你跟周景琛是真心相爱的，对吗？苏曼宁愣了一下，显然是没料到他会突然问这个问题，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表情，用一种坚定而温柔的语调说，是的，婉清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感情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勉强。我和景琛是真心喜欢对方的，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真心喜欢。林婉清把这4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，点了点头，好像在接受这个说法。然后他从手包里拿出了手机，不紧不慢地点开了一个文件，把屏幕转向苏曼宁，那你能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吗？屏幕上是一份酒店开房记录的截图。截图显示，在过去的1个月里，苏曼宁用她的身份证在江州的3家不同酒店一共开了12次房，其中只有3次登记的同住人是周景琛，另外9次的同住人分别是3个不同的男性姓名，其中2个是陈维远和赵明磊。苏曼宁的脸色变了，那种精心维持的端庄和清纯在一瞬间碎裂了，露出了底下的惊慌和恐惧，就像一面光滑的镜子上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裂缝迅速蔓延，把整张脸都割裂了。这是假的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声音尖利的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温柔。林婉清，你污蔑我。景琛，你不要信他，这些记录是他伪造的。伪造的？林婉清挑了挑眉，手指在屏幕上一划，翻到了下一张图片。那这些银行转账记录呢？过去3个月，鼎盛集团的赵明磊分5次向你转账，共计18万7千元。汇科集团的陈维远分3次向你转账，共计9万2千元。一个已婚男性频繁向未婚女性同事大额转账，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？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刑法第385条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吗？苏曼宁的脸彻底白了，像一张被抽干了血的白纸。她的嘴唇在发抖，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但这次不是演的，是真的。一个骗子的把戏被当众拆穿，恐惧和羞耻像2把刀子同时剜着他的肉。周景琛的脸色比苏曼宁好不到哪里去，他拿过林婉清的手机，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记录，手指在发抖，下颌线绷得像快要断掉的琴弦。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，整个人僵住了。那是一张苏曼宁和赵明磊的聊天记录截图，时间是前天晚上，也就是他扇林婉清耳光，把他扔在荒郊野地的那个晚上。苏曼宁给赵明磊发了一句话，放心，景琛这边已经搞定了，他现在完全信任我。汇科的供应商资格我下个月就能帮你拿到，你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哦。后面还带了一个飞吻的表情。周景琛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动作很轻，像是在放一件随时会碎的东西。他转过头看向苏曼宁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空白，又从空白变成了一种林婉清从未见过的近乎狰狞的暴怒。你一直在骗我。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，
你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在利用我。不是的，景琛，你听我解释。苏曼宁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，她扑过去抓住周景琛的手臂，指甲都掐进了他的衬衫袖子里。那些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是林婉清，她想报复我，她找人造假来害我。够了！周景琛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力道大的他整个人跌坐回沙发上。他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胸膛剧烈起伏着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你给我滚！苏曼宁哭着抓起他的包跑向门口，换鞋的时候手抖得连鞋都穿不上，最后干脆赤着脚拎着鞋跑了出去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，声音大的整层楼都震了一下。客厅里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周景琛粗重的呼吸声。他站在原地，低着头，两只手撑着茶几的边缘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慢慢地直起身，转过身来面对林婉清。他的眼眶红了，不是愤怒的红，是一种接近于崩溃的，混合着悔恨和绝望的红。婉清，他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对不起。林婉清没有说话。我知道这3个字不值钱，我知道我做了什么，我打了你，我把你扔在那种地方，我为了一个从头到尾都在骗我的女人。他说不下去了，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，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，挂在他那张英俊而憔悴的脸上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他在他面前跪了下来，1米8几的男人跪在客厅的地毯上，肩膀塌着，脊背弯着，像一座被人从内部爆破了的塔。婉清，我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我把苏曼宁赶走了，我把公司的股份全部转到你名下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你别跟我离婚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林婉清看着他，看着他泪流满面的样子，看着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样子，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心疼，不是感动，而是一种荒诞到极点的滑稽感。他想起前天晚上在那个荒郊野地里，他趴在地上，额头流着血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而他在哪里？他在苏曼宁的床上。那时候他怎么不想想不能没有你？那时候他怎么不想想对不起？他现在坐在这里，穿着干净的西装，脸上带着精致的妆容，手里握着所有的底牌，掌控着整场的节奏。这时候他来求他了。他不是后悔伤害了他，他是后悔自己看走了眼，押错了宝。他不是离不开他，他是离不开他带来的稳定、资源和安全感。他跪在这里流眼泪，不是因为爱他，而是因为他终于发现，没了他以为的那个新欢，他手里剩下的牌全是烂牌。他站起来，低头看着他，那双画着精致眼线的眼睛里没有恨，没有怒，甚至没有轻蔑，只有一种澄澈的、近乎慈悲的平静。周景琛，他说，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。我不恨你了，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不想把你放在我心里那么重要的位置，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也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重新拟，你签也好，不签也好，法庭上见。我应得的那份1分都不会少。他拿起手包，从他身边走过，高跟鞋踩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没有回头，只是用一种像是在自言自语的声音说了一句话。对了，你爸妈那边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让我转告你，今年过年不用回去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拉开大门，走了出去，把门轻轻地带上了。门锁咔嗒一声落下，隔绝了身后那个男人压抑的、破碎的哭声。他站在门外的走廊里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平行四边形。他踩着那片光走向电梯，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，哒哒哒哒，每一步都稳得像是踩在自己的国土上。电梯到了，门打开，里面站着一个他没见过的邻居阿姨，牵着一条小泰迪。阿姨友好地对他笑了笑，他也笑了一下，走进电梯，按了1楼。电梯缓缓下降的时候，他看着镜面墙上的自己，
白色西装，正红色口红，脊背挺直，眼神清亮，和3天前那个被扇了耳光扔在荒郊野地里满脸是血的女人判若两人。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女人的清醒更让男人害怕的，因为当她不清醒的时候，她是水，可以被任意塑形，可以被随意挥霍，可一旦她清醒了，她就是冰，是刀，是谁都挡不住的洪流。电梯门打开，他走出单元门，3月的阳光铺天盖地的涌过来，暖融融的裹住他的全身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有泥土解冻的气息，有樱花开苞的甜香，有一种叫做新生的东西在悄悄地生长。他掏出手机，给方晴发了条消息：学姐，协议重新拟，往死里打。发完之后，他又给程璐发了条消息：今晚继续做红烧排骨，多加一份，庆祝一下。程璐秒回：庆祝啥？林婉清想了想，打了几个字发过去：庆祝我重获新生。他锁了手机，把它揣进外套口袋里，迈步走向停车场。路过那棵樱花树的时候，他看到枝头上最早的那朵花苞已经裂开了一道缝，露出了里面粉白色的花瓣边缘。再过几天，这棵树就会开满花了。他想，到时候带爸妈来看樱花吧。他妈最喜欢樱花了。他和周景琛结婚3年，每年都说要带爸妈来看樱花，每年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看成，要么是周景琛要加班，要么是他要出差，要么是他约了客户吃饭。总之，他的计划永远排在他的安排后面，他的心愿永远要让位于他的需要。从今以后不会了，他的人生他来做主，他的樱花他自己看。他拉开车门坐进去，发动引擎，车载音响自动连上了手机蓝牙，播放的是他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。他调大音量，挂档，踩油门，飞度发出一声虽然不优雅但足够有力的轰鸣，驶出了小区大门，汇入了城市下午的车流。挡风玻璃外面的世界明亮而辽阔，春天的阳光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。林婉清握着方向盘，跟着音乐哼了2句，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知道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接下来的路全是上坡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车来载他，他可以自己开了，而且开得很稳。